读过《三国演义》的人，往往都会为周瑜抱不平。明明是一个心胸开阔的儒雅君子，却偏偏被写成了嫉贤妒能的小人。其实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周瑜并不是最冤的，还有一人比他冤。此人原是历史上的一代奇才，却被小说贴上了才不堪用的标签。本是江东的总参谋长，却被刻画成一个只会四处跑腿的呆子。在正史中，他是真豪杰、真国士，而在演义中却成了传话筒、胆小鬼。此人便是东吴的第2任大都督鲁肃。历史上真实的鲁肃，战略格局比周瑜还大，东吴4大都督根本不属于一个档次。吕蒙、陆逊战略上根本不值一谈，说的难堪点，则纯属看门的家丁护院。唯有鲁肃才是孙吴阵营救亡图存最杰出的战略家。众所周知，刘备之所以能在赤壁战后迅速崛起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诸葛亮的隆中对。其实鲁肃的战略眼光并不在诸葛亮之下，他一来到江东，就为孙权提出了著名的榻上策，堪称孙吴版的隆中对。公元200年，孙策被刺杀，年仅18岁的孙权独领江东。当时江东局势动荡不安，外有强敌环视，内有叛乱迭起，年轻的孙权对东吴的未来充满了担忧。鲁肃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，为江东的发展做出了明确的规划。鲁肃在与孙权同榻共饮之时，前瞻性地指出：汉室不可复兴，曹操不可卒除。为将军计，唯有鼎足江东，以观天下之幸。剿除黄祖，进伐刘表，尽长江所及，聚而有之，然后建号帝王，以图天下，此高帝之业也。鲁肃的榻上策有4个核心意思：一是汉帝名存实亡，孙权无法效仿春秋五霸；二是明确曹操是东吴政权最大的敌人；三是务必抓住难得的战略机遇期，趁着曹操内忧外患的时候，立足江东发展自己；最后是要在战略机遇期内剿除黄祖，大败刘表，与曹操划江而治。这一番话让孙权拨云见月，深受震撼，以至于许多年后，孙权在称帝祭天时，仍对公卿们感慨说：过去鲁子敬曾经说到此处，可谓名于世事矣。如此清晰的规划，对于孙吴的发展极具战略意义，也让孙权对这个初来乍到的宾客刮目相看。而鲁肃后来的表现也未让他失望。公元208年，曹操举兵南下，刘备遁逃，江东震恐。面对号称80万的曹军，江东群臣彻底慌了，纷纷变成投降主义者。此时的孙权虽不愿意投降，可在面对强大的曹军时，他也着实没有信心。就在此时，鲁肃站了出来，只见他坚定地对孙权说：众人所说都出于私心，没有为主公考虑。试想一下，我们投降曹操还可以做一个地方官，而您投降曹操还会有如今的风光吗？鲁肃力排众议，点名利弊，彻底坚定了孙权抵抗曹操的决心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亲自前往前线，去迎接南下的刘备，向其传达两家联合抗曹的想法。不管是在演义中还是在历史中，如果没有鲁肃的斡旋，或许就没有稳固的孙刘联盟，也就没有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。赤壁之战胜利后，鲁肃的天下三分的策略才最终成型。这是一个极具魄力的方案，他极力主张在刘备取得其他领地前，将荆州南部借给刘备，将刘备扶植为曹孙之外的第三方势力。当然，借荆州是东吴人的说法，其实按马之节先生的考证，准确地说，江南4郡是刘备打下来的，东吴借出的只是江陵或南郡。鲁肃对此是这样分析的：荆州人心未复，东吴在短时间内要完全控制有困难，不如通过扶植刘备势力，使之成为对抗曹操的屏障。周瑜则认为这是养虎为患。孙权最终还是采纳了鲁肃的策略，毕竟按马之节先生的分析，这一方案有刘备做屏障，还可让东吴腾出手来，加强对岭南的统治与对山岳的控制。这时鲁肃天下三分的构想得以实现。当正在写书信的曹操听到这一消息时，心中一惊，笔都掉在了地上。就像日本学者渡边义浩先生说的，鲁肃版三分天下方案比诸葛亮版更加现实，而作为这一方案针对的对象，曹操比刘备、孙权更能体会他的杀伤力。周瑜虽然将刘备视为眼中钉，
并不以鲁肃的意见为然。可是他在临终前写信给孙权，文字间有英年早逝的不甘，有对国事的忧心忡忡。他说北方有曹操贼心不死，觊觎的刘备无异于养虎为患。虽然存在政见分歧，他在信中依然推荐鲁肃继任大都督。他称赞鲁肃忠烈，临事不苟，可以代替自己。最后他说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希望自己的临终进言被采纳。周瑜对鲁肃的推重与欣赏至死不渝，至始至终周瑜都没有看错鲁肃。刘备在平定了益州之后，依然不肯将荆州还给孙吴，并且还给关羽增派了3万士兵，以此防备孙吴的偷袭。当时孙刘双方的疆土犬牙交错，曾多次发生摩擦，剑拔弩张，联盟几近决裂。但鲁肃一向顾全大局，他不忍与刘备决裂而让曹操有机可乘，便准备与关羽约谈，提出双方单刀赴会的建议。待见到关羽后，鲁肃以大义相责，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亲家者，亲家军败远来，无以为资故也。今已得益州，既无奉还之意，但求3郡，又不从命。鲁肃一番慷慨陈词，令一向高傲的关羽哑口无言。而面对关羽这样的当世虎将，鲁肃也没有丝毫的恐慌，反而据理力争，其胆识令人赞叹。这次会面的结果是，双方议定以湘水为界，平分荆州，孙刘两家将摒弃前嫌，继续守望相助。其实孙刘双方的合作一直伴随着摩擦，之所以能够维持，很大程度依赖于顾全大局的鲁肃从中调和矛盾。所谓不谋万事者，不足谋一时；不谋全局者，不足谋一域。顾全大局的人举重若轻，能够用长远的目光看事情，认知明晰，心境澄明。孙刘的联盟是当前的大势所趋，只有联盟尚在，才能与曹操有一拼之力。鲁肃正是这样的明白人。在他执掌江东兵权时，孙刘两家虽有矛盾，但总体上还是能够一致对外。虽然孙权似乎对鲁肃力主借荆州一事耿耿于怀，他后来对陆逊说道：“子敬劝吾借玄德地，使其意短。”话虽如此，但从曹操听说刘备借取荆州时，荆的毛笔都掉落的表现来看，鲁肃当时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。换言之，如若没有鲁肃的顾全大局，或许孙权也不能安坐论其长短。孙刘联盟从208年赤壁之战，直到217年鲁肃去世，都得以维系。虽然在具体方略上有分歧，两人着眼的都是东吴的利益，而鲁肃一直在维护东吴利益与维持孙刘联盟之间努力平衡，苦心经营。鲁肃单刀赴会后，孙刘再次达成了一致。鲁肃的榻上策与诸葛亮的隆中对虽都打了折扣，依旧是可行的计策。和谈之后，孙刘两家对曹操的进攻达到最高潮，刘备倾全蜀之力攻打汉中，最终镇斩夏侯渊，逼退曹操，将汉中收入囊中。孙权则率10万大军挺进合肥，形成10万对7000的有利局面。不料曹军名将张辽智勇双全，以少胜多，令孙权折戟于合肥城下，改变了历史大势。这一胜一败拉开的差距，令江东政权内部情绪更加不忿，而关羽对江东政权写在脸上的蔑视更加剧了这种对立。就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，公元217年，鲁肃病故。鲁肃的病故直接导致了联盟的破裂，并蜀吴灭亡成为定局。鲁肃临终前不推荐吕蒙继任，因为他认为吕蒙破盟之计不可行。但孙权已决定重用吕蒙，将鲁肃的部队全部拨给吕蒙，令其负责西线军务。当孙权就北上与西晋问策于吕蒙时，吕蒙认为江东的军队与其硬刚曹操的骑兵，不如夺取荆州，全据长江。此时孙权内部问题已经大大减轻，实力已不再是赤壁之战前后可比，所以吕蒙认为荆州方面对曹操的防御不必再依赖关羽，自己与其他人足以胜任。而且孙坚、孙策时代的淮泗武将日益凋零，如果不趁早夺取荆州，要江东大族出力恐怕就没那么痛快了，所以力劝孙权夺取荆州。最终孙权依吕蒙之计袭取荆州，斩杀关羽，刘备为关羽报仇，反攻荆州，在夷陵之战中惨败于陆逊，但江东军队也损失惨重，在接下来曹魏3路伐吴之役中疲态尽显，唯一的胜利者只有曹魏。
孙刘两家没能在锋芒最盛时夺取河南、关中这些精华地带，而是自相残杀，曹魏得以稳住阵脚，坐拥北方人口稠密、开发成熟之地，恢复速度远胜于吴蜀，双方差距不断拉大，最终由曹魏及其后继者西晋灭蜀平吴，统一天下。